算来。我们只是路过的走镖人，若有惊扰，还望道上的朋友勿怪。给个面子，让我们过去。自打你们出了这龙吟城，我便一路相随。你说你是走镖的，我偏不信。就这点小伎俩，亏你们少阁主想得出来。蒙蒙旁人也就罢了，若想骗我，没那么容易。交出解药，留你们一条性命。休想！请琉璃姑娘过目。盟主交代给我的事情，还就真没有我做不到的。好生埋了他们，别让人看出端倪来。是。来不及了，撤！好好查一下，看解药是否还在。是。兽来迟，少阁主命我来接应，不想被人捷足先登。爸，地位发现有解药，你们留下仔细探查，不要放过任何线索。是。站住！没有阁主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我今日来灵虚阁，就是请求见到阁主，希望他能从龙吟城救出我哥哥。阁主曾经答应与我梅家亲如一体，他定不会见死不救的。还请两位哥哥行行好，放我进去吧。我们只听从阁主的吩咐，切莫让我们为难。梅姑娘若再如此，我二人便不客气了。何事吵闹？见过阁主。阁主，阁主，现在江湖中已传遍，说哥哥杀了萧掌门，已被龙吟城拿下。你们都先退下。是。哥哥现在生死不明，雪曼恳请阁主出手相助。快起来！你姐稍安勿躁，你别忘了，你的义兄纳兰月也在龙吟城，他不会对你哥哥见死不救的。我一听闻消息，便急得不行，却忘了义兄还在龙吟城。你既然来了，便留下住上一段日子。在灵虚阁中你也安全些。正好义兄不在，我就替他多陪陪你。夫人，您的身子……我没事，纳兰的解药已在路上，很快就能到了。夫人，来人呐！怎么办？我从未见过如此棘手的症状。阁主，解药呢？快！藏七，解药呢？解药被人半路劫走，看样子有备而来，而且对灵虚阁十分了解。不好，义兄身边肯定藏有卧底，否则外人怎会知晓解药何时会被送出，还能如此准确的在半路拦截？不错，方才我关心则乱，未能想到这点。我们必须尽快通知义兄，告诉他解药被劫，
他身边藏有卧底。龙吟城现在已经不安全了。我这就派人去传信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你醒醒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纳兰月，纳兰月，想想你儿子纳兰月，他很快就会回来看你了，夫人。夫人，你一定要挺住啊！赤华珠发作，人便会如鬼魅一般，连至亲至爱都会荼毒残杀。夫人怕是不能再等了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护送解药一事应该让我亲自前去的。如今这个时辰还没有消息传回来，害得我跟着你一起担心。你现在身体还没痊愈呢，又那么多人盯着你，我只能让他们伪装起来了。只是过去这么多日子了，他们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也太奇怪了。你不必担心，护送解药的都是灵虚阁的精锐弟子，个个身手不凡。再说了，还有苍七亲自接应，定不会出什么大纰漏。与其担心他，倒不如担心你自己。毁药一事，荣敬峰定会重罚于你。哎呀，该罚就罚呗，那还能怎么办？在梅公子打理下，这红梅竟又开花了。我觉得那梅公子虽然看着病弱些，模样倒是挺英俊。敢问二位姑娘，这些红梅是从何而来？我在城中数日，并未看到梅花突蕊。那棵居养病的梅公子院中本有一株红梅，但数年前不知为何就不再开花了。不想这梅公子不仅为人有礼，还特别爱照顾花草。自他住下后，这红梅竟开出了好几枝的花。是啊，就连二小姐听说后都啧啧称奇，亲自前往请教了呢。就连二小姐都亲自请教了他。这梅英啊，比想象中更难应付。我看你还是尽早想好对策，赶快让她离开龙吟城吧。二小姐怎么会有如此雅兴，还特意来看梅花？我听侍女们说，这一株花已经多年不开了，没想到你住下来之后，居然开得这么好。我有些好奇，就过来看看。这株红梅的品相原本是极佳的，只不过你们日常打理的方式不对，缺少了一些养分。我住进来以后，也不过是稍加照料，它便开出了原本应有的花色。你在我们这儿也住了这么久了，打算什么时候说出幕后的真凶啊？不过我劝你，还是早一些说出来吧，省得在这儿待着，让你妹妹担心啊。这就是你们龙吟城所谓的正义。你杀了萧掌门，我爹对你以礼相待，你就这么说话？你可别忘了，我阿姐说的可是要杀你的。蓉儿小姐可知道老字堂的来历？当然，老字堂藏书万卷，我自幼就在那儿受教，怎么会不知道？再说了，梅公子这么问是有什么用意吗？看来二小姐还真不知道，老字堂中所有藏书，皆是从武林世家中搜刮而来。他们为了得到这些武学秘籍，威逼利诱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如果这就是龙吟城的正义，那我无话可说。你胡说，那些书都是他们亲手送上门，怎么可能是威逼利诱？这天下有几个人敢说自己是被胁迫的？难道你们梅家？没错，我梅家的武学秘籍也藏在其中。虽然当初我还年幼，但是我依稀记得，父亲无奈又不甘的
向龙吟城奉送上秘籍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说这些没有别的意思，只不过有些话憋在心里太久，不吐不快罢了。二小姐，送给你。林静，你怎么来了？林静，荣华，走，陪我出去逛逛。这棉花真好看，不就一朵花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有没有跟我很搭？你吃醋了？我吃醋？我什么时候吃过醋啊？我吃醋？你想多了呗。你看着我的眼睛，看你眼睛干嘛？你就是吃醋了。林静，我找你半天，你在这儿呢。这回你麻烦大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城主已经定下了对你的责罚，你到议事厅门口你就知道了。走啊！哎，你干嘛？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爹爹，你要怎么惩罚林静啊？城主，无论怎么责罚，在下都接受，绝无怨言。生子堂堂主林静办事不力，罚其在药园施肥1个月，这期间不许城中任何人出手相助。不是，施肥？爹，怎么让他做这么脏的活呢？就从今日开始吧。城主宽厚，虽然这个惩罚过轻了些，但这种脏活也最适合林堂主你。希望你的鼻子能熬过这1个月吧。师傅，怎么办？没受皮肉之苦，那已经是万幸了。大哥，快走吧，很臭的。走吧，走吧。太累了，休息一下吧。哎，注意了，来，把我抬起来，太沉了，太沉了，真的。我手疼啊！下次啊。下次。哎，你装什么呀你？你哪儿手痛脚啊！我连脚都开始疼了。哇！哎呀！接着。这是我梅家当年奉送给龙吟城的秘籍。既然是你们梅家的东西，当然要物归原主了。上次多谢你的红梅了。你知道这本秘籍有多重要吗？
红梅根本无法和他相提并论。你就这么轻易的给一个龙吟城之外的人？他就算再重要，那也是不属于我们龙吟城的东西。我把它还给你，算是替我爹做一件对的事儿。东西我已经带到了，我先走了。怎么，容大小姐想借城主之手杀我灭口不成？今日又登门索命来了？方才你与我妹妹的对话，我可是听得一清二楚。真是没想到梅少主竟然还有如此能耐，不仅将我龙吟城的侍女迷得心花怒放，还能让容化为你去老字堂偷拿秘籍。若我将此事告诉城主，你们二人定难逃重责。我可从未让二小姐替我去偷秘籍，这一切都是她自愿的。就算闹到城主那里，也责罚不到我什么。如果你真的看不过去，拿着告发便是。我还当是什么绝世武功，不过是些奇门遁甲之术罢了。今日的事，我只当没听到。若你的嘴够严实，我便让你活着离开龙吟城。我竟落魄到看人脸色才能苟活。陆一舟啊，陆一舟，还口口声声说什么是我亲兄弟。我操！这到了关键时刻，说什么自己有伤不来帮我，这哪是什么亲兄弟？师祖啊，这么快就浇灌完今天的药园啦？这还快啊？难不成你还想去那个药园看我笑话不成？我可不敢看师祖的笑话。城主这样责罚我，还不如痛打我一顿来的痛快。哎呀，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。你说的倒轻松，不然你去啊？我可不敢抢师祖的功劳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就是了。多谢你这个小徒孙来探望我这个药园的老农夫。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吗，师祖啊？师祖啊，解药可送到李旭阁了。啊？解药可送到了。别提了，这几天啊，我一点消息都没有收到。我真担心，是不是路上出现了什么变故？少点什么呀？不，你，哎呀！喂，你什么表情啊？你这是？我都已经洗干净了，我连衣服都洗了。我不信，你给我出去！你怎么能不信呢？那你好好闻闻。你别过来！你好好闻闻。哎，过分了啊！
血疼，你多走吧。走啊！锅我都不要了。哎，我真的洗干净了。喂。少阁主是不是迷路了？哼，你这奇门遁甲之术有进步啊。那少阁主以为我当初为何会乖乖的束手就擒，跟你入了这龙吟城？那是因为龙吟城的老祠堂中有着原本属于我梅家的东西。我本想借你之手顺势入城取回，可没想到白尾指的武功甚高，我几次策划都没有成功。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，幸得一位佳人相助，替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取出了秘籍。哎，不是，我也没问你这些啊，你跟我讲这个干什么？我似乎对蓉儿小姐有些动心，且我私以为你根本配不上她。所以这一次，我一定竭尽全力的和少阁主一争高下。就你啊！此乃赤华珠的根叶。当日进龙吟城，我摘了一朵，便存了下来，想着有朝一日便必有所用。只是没想到，这一天来得竟如此之快。这花叶剧毒无比，闻此烟，会加剧赤华珠的反噬。我的小徒儿，你现在是不是浑身都难受啊？我的乖徒儿，你可要记住为师的好啊！若不是为师及时赶到，你恐怕早就去阴曹地府与纳兰溪相会了。当年在灵教，你是为师众多徒儿中，要么
才智最为出色的一个。可如今为了续命，不管不顾，竟成了这副模样。不许你在这惺惺作态！看来当年你离开为师以后，过得并不快乐。早知如此，又何苦叛出师门呢？是我叛出师门，还是师门要置我于死地？阁主，你没事吧？屋内发生何事？无妨，你先退下。阁主，退下！师父，你别忘了，你也有老的那一天。闭嘴！只怕师父您老人家的身子骨，比起徒儿来说，也许更不堪一击吧。师父此生最可悲之事，就是身边未能留下一个人。即便是你从小一手栽培的榕素，也不能为你所用。如今看来，他确实伤你颇深。就算师父童颜永驻，而这心也衰老了不少。你我早已没有师徒情分，你为何要救我？为何？毕竟师徒一场，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你被折磨的生不如死，才会来相救。为师也是用心良苦，就是想让你体会一下这反噬之毒的厉害。此劫幸免，下一次可就没有这么容易对付。徒儿还是多加小心。若来年毒发之时，你手无解药，应该让纳兰月亲自下手。你猜他下得去手吗？其实徒儿也并非无退路。既然你一心想找龙敬风报仇，借着此意，重新回到为师身边，若凌虚阁与凌教联手，恐怕这天底下就无人能匹敌了。啊！至于你身上的赤华珠之毒，为师还是会给你解药。是敌是友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城主有事传唤一声即可，何必亲自前来？我听弟子们传言，说梅少主花艺了得，可以使多年未曾开花的梅树，在这初冬便红梅绽放。
现在得见，果然是言不虚传呐，真是厉害。但更让我惊奇的是，梅少主这种随遇而安的心境，明明刚经历了九死一生，却还能在这里如此悠闲的欣赏梅花，让城主见笑了。梅家衰败多年，早已与世无争。此番我出梅家，杀萧掌门得以手刃仇敌，已然无憾。所以，这余下的每一天，便都是偷来的。你就真的不怕不能再活着出这龙吟城？实不相瞒，此番我出梅家，就没打算再活着回去。对于一个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来说，身在何处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梅少主，倒真是看得豁达。看来人若能活着，又有谁愿意死呢？梅少主嘴上说的大义凛然，可是心里到底是不是这么想的就不一定了。我方才只用了3成功力，就算是一个普通人，受了我这一掌，也只需要几日便可养好。可梅少主偏偏用内力来打，这才震伤了自己。若真是一个人将生死视若浮云的话，又怎会如此提防？看来这真真假假到底如何，也只有梅少主自己心里最清楚了。今日城主前来，不只是为了试探梅某吧？那你认为我们龙吟城为什么还要留你一命？城主可看得出，此伤是何时所为？此剑伤看起来，应该是不出1年之内所受。梅少主究竟是何意？我今日落在城主手中，也不怕坦白此事。没错，唐门之事确是我梅家所为，但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我梅家早已被人算计其中。哦，那这其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当日我夺取唐门赤华珠之后，便一路赶回梅家。可没过多久，便遭到凌虚阁的追杀。但是当时出现在唐门的除了我以外，还有龙吟城的人，所以他们不能确定赤华珠到底在谁手上。故当时被追杀的除了我以外，还有蓉儿小姐，蓉化。城主若是不信，大可以叫他前来对质，看我说的是否有假。我对城主已经知无不言，不知城主还有什么其他需要询问的吗？梅少主，若是我告诉你，你说的这些话，我一句都不信呢。杀了我，龙吟城大可以派人前去凌虚阁探查；如若不然，杀我便是，铲除后患也未尝不可。
黑少主，看起来你真该好好的想一想，除了此事，你究竟对我龙吟城还有什么价值？这梅花可不是无缘无故覆盖的，我梅英的价值，恐怕你荣景峰还用不起。我们奉荣堂主之命前来抓药，赶紧去取。你们不是最守龙吟城的规矩吗？怎么今天来我生子堂抓药，就一点规矩都不讲？少废话，我们堂主还等着要治病。龙吟城啊，不过4堂，江湖中人人都觊觎这个赤华珠。如果我们龙吟城自己人都做不到齐心协力的话，这以后啊，必定会出事的。既然啊，你们今天来我生子堂求药，我作为生子堂堂主呢，就给你表个态吧。从今往后，为了龙吟城的未来，我们生子堂愿意无条件的、全心全力帮助你们空子堂。你一个外人，侥幸得了这生字堂堂主之位，你在这儿冲什么牛啊？你还倾力相助，也要看看我们空字堂答不答应。哦，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在你们空字堂的眼里，其他3堂都是外人啊？是又如何？空字堂的实力，在龙吟城可是重中之重，且是你们能赢。是谁在这儿大胆的妄言？城主，对不起。城主饶命！城主饶命！张嘴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龙吟城4堂之间是有些竞争，可这绝非是敌人。从今往后，如果再有胆敢像这样的妄言者，可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弟子谨遵城主教诲，今后定与各堂和睦相处。好了，都下去吧。对不起。田静，我今天来是为了华儿先前遇袭的事儿。来，坐。啊。田静，你仔细的回忆一下，当日你从灵虚阁的人手中救下华儿之时，可有发现什么异常之处？
不是，城主，您的意思是，杀害二小姐的人是林虚阁的人？啊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我也不知道是林虚阁的人，是梅英所言。他在回来的时候被劫杀，抢走了赤华珠。我刚刚是听爹爹提起才知道这事儿的。